好，我是 C 姐。那这个卫生间呢是10年前装修的，虽然目前墙砖、地砖维持的还不错，但是可以看到风格呢已经过时了，很多东西也因为时间太久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。OK， 带大家来看一下我的这个卫生间。可以看到呢，其实面积没有很大，所以很多想要实现的功能呢，一直都没有实现。时间又很久了，所以很多地方有破的。可以看到，像这个地方，这个漆啊还是什么的都已经掉了，很丑。马桶呢也是智能马桶，盖子已经活动了，很烦人。还有，你们有听到这个滋滋滋的声音吗？就是它的上下水出了问题。我们再来看这个淋浴门，可以看到这个胶条，可以看到它都发黄了，所以这个就是时间的记忆就是在这里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花洒，这个花洒呢也是我非常想要换的一个东西。你看到这个位置哦，锈渍斑斑的。其实我尝试过用很多的清洁产品去擦它，根本就擦不掉，是已经渗透到里面去。而且因为它上面的水出来有问题，所以现在只能用这个小的来出水。因为我觉得洗手间呢，对于现代人来讲，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空间。白天呢，在外面繁忙奔波，晚上回来呢，就想泡泡澡、听听音乐、放松放松。如果里面的产品都可以换成智能的，就更好啦，可以提升生活品质。所以呢，我决定用7天的时间对这个洗手间进行大改造。那我对新的浴室的诉求呢，第一就是要有浴缸，第二就是要有大的浴室柜。平面布局考虑过好几个版本，一开始呢是想保留之前的布局，把1字形淋浴门改成浴缸。优点是浴缸可以选择常规尺寸，缺点就是浴室柜的储物空间过小，马桶的两侧呢也比较拥挤。也想过把马桶移位，然后把1字形的淋浴门改成扇形，这样就可以增大浴室柜的长度。但是呢，这样就没有浴缸。最后的决定是将马桶移位，取消淋浴门，替换成浴缸，这样呢既可以放下我心心念念的浴缸，还能将原来60宽的浴室柜增加到90，增加收纳空间。二手房拆完呢，有一些注意的事项，因为我们在拆墙的时候呢，之前的这个墙其实不会把它全部拆除，所以呢，最后重新铺腻子上砖了之后，我们这个墙与墙之间的这个厚度其实是会少个1到2厘米的，这个大家在选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。那待会儿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挑选这些产品的心得，大家继续看，千万不要错过哟。经过了7天的改头换面，带大家来看看我的新浴室吧。浴室中硬装的占比最大，所以对风格的影响呢也最大。那我这次选用的是奶白色的微水泥风格瓷砖，简洁大方，颜色百搭。后面再通过软装饰做调整，就可以打造不同的浴室氛围了。这个白色浴室柜呢，我真的超级喜欢，它是哑光的。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用镜柜，因为这样东西呢就可以隐藏收纳，随用随拿。而且它两边呢有这样的 LED 智能美妆灯，平时我们护肤的时候手上会有化妆品，就很不方便摁开关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手挥用过去，就可以控制这个开关了，超级方便。而且它内部的设计呢也超级贴心，门后有这样的小格子，可以挂面膜、挂头绳，还有口红啊、刷子啊这样的小杂物。镜柜右下方呢有个开口，可以把洗脸巾啊或者是纸巾放在这儿，这样洗完脸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从这边抽取，不怕手湿啦。我还加了一点点的小心机，大家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很像壁纸？但是实际上呢它是花砖。我会建议大家呢，在空间中可以选用大面积的素色搭配一些花砖，这样呢就可以成为空间中的亮点啦。那再过来呢，就是我最喜欢的淋浴区啦。以前洗澡的时候呢，最怕水温又冷又热，我已经被烫过不知道多少次了。现在有这种恒温的淋浴花洒，水温超过一定的温度呢，龙头就会自动限流。那其中最喜欢的呢，就是它自带的这个喷枪，因为它旁边刚好是浴缸还有马桶，用这个强力喷枪呢做清洁就超级轻松了。一开始提出要装浴缸的时候呢，有无数的人阻止我，但是最终呢，我还是决定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因为整个空间的限制呢，所以最后选择的是一个100×70大小的迷你浴缸。那从舒适度角度来讲，肯定是没有常规的浴缸舒服，但是对我这样哈比族人来讲，
是足够的。迷你浴缸呢还有一个好处，因为它体积小，所以放水20分钟以内就可以泡澡了，不像常规的浴缸可能需要半小时到1个小时才能放满水。那这边呢就是我的马桶啦，我家终于换上智能马桶啦，期待好久。智能马桶标配的自动冲水、加热坐垫还有暖风烘干的功能呢，它都是具备的。当然我挑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，我们以前传统的马桶其实是有分大小冲水的。那我当时就很担心说，如果换成智能马桶，可能就会浪费很多的水。但是这一款马桶它很棒的一点是，它可以自动的识别大小水，这样就不会浪费水啦。大家知道吗？大部分洗手间的异味来源呢，既不是马桶，也不是地漏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臭毛巾。那以前老房子没有插座，没办法。这次装修改造呢，我是特地加装了电热毛巾架，这样以后呢，毛巾就可以保持干燥，防止细菌滋生了。这里有个很悲催的事情是，大家有看到这条线吗？原本我买的是从这里出现的，但是因为安装那一天我没有在现场，回来的时候发现，线怎么从这里出来了？所以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因为电热毛巾架是有分左出线和右出线的，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插座位置提前跟商家沟通好。提醒一下大家哦，装在浴室里的这样的插座呢，一定要加防水盒，不然会有安全隐患。那我买的呢，因为疫情原因还在路上，后面到了之后呢就会装上啦。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哦，那以前的老房子呢，没有那么多的生活电器，一般是只有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的。如果你现在做改造呢，计划至少要保留3个插座，一个给马桶，一个给毛巾架，还有一个呢放在浴室柜的旁边，给吹风机、卷发棒还有其他需要用电的电器充电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说一下棚顶吧。我这次呢选择的是一个无主灯的设计。以前传统的卫生间一般就是一块大平板灯，出来的光很硬，很没有氛围感。那我这次呢，首先中间是有一个智能浴霸自带的主灯，那分别在3个区域的上方呢，又增加了一盏防水防雾的智能筒灯，它可以接入到米家或者是 HomeKit， 用语音来调整灯光的强弱还有色温，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下呢，可以营造出不同的灯光感觉，超级有氛围。Hey Siri， 打开浴室所有灯。住在南方的小伙伴就知道冬天洗澡有多么的痛苦，所以浴霸呢一定要安排上。那这一款智能浴霸呢，我也要推荐一下，因为这个是个老房子，所以它的吊顶上方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，一定要挑超薄款。那这款浴霸呢，它的体积就非常的小，而且呢，它刚好是这样的奶白色，跟我的吊顶呢是无缝衔接的。而且它不只有电暖的功能，还可以智能定时干燥，25分钟封暖加5分钟换气。这样就可以保持浴室干爽不发霉了。那这里呢也要加一个小提醒，如果你有同时安装顶灯、筒灯、射灯、镜前灯还有浴霸的话呢，它们的走电都是要分开控制才方便使用的，这个一定要提前跟你的电工师傅沟通好哟。那因为有装浴缸放水的时候旁边也不会一直有人盯着看，我就很担心说这个水如果一旦忘记了漫出去弄湿木地板，就是一个大灾难了。幸好呢 Emma 塞了一个这个东西给我，她说这个太适合你了，它的名字叫做水浸传感器，它可以放在卫生间门外的地上，一旦有水漫上0.5毫米呢，它就会发出声音和亮光提醒，同时手机呢也会有 APP 的推送提醒，这样后面呢就很安心了。那在一开始呢，我跟大家说过，想要通过后期更换软装饰品的方式，让房间看起来不一样。那我这里呢就展示2种不同的感觉，让你们看看，只是更换一些软装饰会让房间产生哪些变化吧。那第一种浴巾还有地垫呢，都是黄色、绿色这样非常明亮，带给人温暖的一个颜色。像小推车我们选择了原木这样的材质。那另外一种呢，配件上我们选择了像银色还有黑色这样比较冰冷的不锈钢的材质。那像地垫还有浴帘呢，都是比较大气的这样花纹，整体看起来呢就会更成熟有质感，相对来说呢也更加的有棱角。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呢？卫生间是成年人逃离世界的最后一方净土，一个智能舒适的卫生间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放下一天的压力，以更好的状态面对第2天的工作和生活。